宗门大比之前，我看到自己头顶修为等级竟然到了元婴，可只要我发奋苦修一日，修为等级就会逐级往下掉一级。而我游山玩水一日后，我的修为又会逐级增长。谁知我摆烂半年后，修为竟然直接冲破元婴到了化神中期。可奇怪的是，我的天劫并没有来。大赛比拼当天，我却连刚突破元婴的二师弟都打不过。师尊跟小师妹满脸失望地看着我。原本还指望他夺冠，与我结为道侣，看来师父请高估了他。后来二师弟当上逍遥宗掌门后，将我关押在锁妖坛内，挖去我的金丹，让我无力对抗妖物，被万妖撕碎惨死。快闭上眼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二师弟十分猖狂的声音。刚进门就受师妹青睐，是个修仙奇才又怎样？还不是被头顶的修为等级所蒙蔽，成为了人人喊打的废物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在操控的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离宗门大比还有半年时，我刚睁开眼，发现自己睡在缥缈峰的院子里，浑身被撕碎的痛感隐约还在。看向周围熟悉的一切时，我才反应过来是重生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。大师兄，师父说了，要你好好休息，养好伤，还有半年就要比赛了，希望你能一举夺冠。看着眼前这个表里不一的二师弟楚云，我的表情瞬间变得难看起来，但他似乎一点没有感觉出来，而是满脸笑容地看着我。大师兄，本来今日是你陪小师妹练剑，既然你受伤了，师父让我陪师妹修炼，你该不会生气吧？说完这话，楚云试探的表情看向了我。这时，我再次看到头顶的修为等级成了元婴。要知道，在这之前，我不过是金丹中期而已。我看着眼前金丹初期修为的楚云，邪魅一笑：“你就去练呗，反正你再怎么练都不会超过我。”听到我这么说，原本还有些担忧的楚云瞬间傻笑了起来。大师兄说的对，是我多心了。楚云看着像是有些沮丧，实则嘴角已然上扬，根本压制不住的笑意涌现，稍瞬即逝。楚云离开后，我开始到处翻找，最后在我的床底下翻到了一张纸人傀儡。怪不得上一世我的一举一动，他像是都提前知晓了，原来是在我的屋子里安装了这个东西。不过我并没有打算拆穿他，我现在要做的是顺着他的意思走。反正重活一世，我可不会再让他害我了，因为我也给他放置了同样的探听傀儡，只不过我的傀儡是只小虫子，按照他的性格根本不会发觉不妥。画面中的楚云满脸焦急的在房间踱步。系统，你不是说只要我给他制造假修为，他就会放松警惕，不再修炼吗？为什么他的修为等级掉了一级？急什么？以我对李简之的了解，不出3日他就会相信，而荒于修炼的。再说，只要他的修为掉到了金丹初期，就会爆体而亡。哼，什么狗屁修仙奇才，只要他挡住了我的路，还不是一样的死？于是我开始到处找解决的办法，可惜1天时间过去了，还是跟上辈子一样，只要我专注修炼，头顶的修为就会急速下降，眼看着就要到了金丹初期了。于是我带上了修炼法器，二话不说，直接躲进了全是美艳女子的合欢宗。看到是我这个逍遥宗大弟子李景之的时候，那些女修们发了疯一般与我觥筹交错，甚至还想跟我双修。我突然发现，在合欢宗内的时候，哪怕我是在修炼，但是我的头上修为都是在增长的，所以说这个方法是真有用。可是没多久，我身上带的灵石花完了，于是我千里传音给了楚云：“二师弟，我现在在合欢宗养伤，奈何灵石不够了，可否借我3000高级灵石，以备不时之需？”见到我发送的传音后，楚云脸上的笑容藏也藏不住。他果真信了，竟然跑去合欢宗逍遥快活，如今还要跟我借灵石，我看还真是颓废到了极点了。那就好，这边建议速度将所有灵石都给他，让他更多了一些。看完这些画面，到时候我瞬间只觉得好笑。合欢宗的女修们见到我有钱后，个个巴不得跟我双修，而我这段时间虽然找了女修，但是并没有跟他们发生实质性的关系。反正只要留在这合欢宗内，我的修为就会一直往上涨。经过半年的时间，修为早已经长到了化神后期，这种修为就算是师尊也不见得打得过我。我自信满满的回到了宗门，合欢宗的2位女修舍不得我，竟然跟着我来到了逍遥宗。宗门大开，小师妹满脸厌恶的表情看着我。大师兄，别人说你留恋妖女不肯回来，我还以为是造谣的，现在看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你怎么能荒废了修炼呢？3天后就是宗门大比了，到时候你还怎么夺冠？宗门大开，小师妹满脸厌恶的表情看着我。看着小师妹的时候，我突然嘴角上扬，冷冽一笑。小师妹不必为我揪心，我自有决断。小师妹恨铁不成钢的表情看向了我左右两边搂着的女修，眼神里满是愤怒。我对你真是失望至极。说完更是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只有二师弟楚云笑容满面的看着我。想必师兄的境界已然出神入化了，才不屑与我等凡夫俗子较量吧。我冷眼一笑，还是二师弟懂我，放心，等师兄以后发达了，定是不会忘了你的。听到这儿的时候，楚云脸上的笑容藏也藏不住。
我当然知道他在兴奋什么。我刚走进大殿，就看到了正坐在上方满脸怒气看向我的掌门师尊。孽徒，给我跪下！在绝对的压迫感下，我还是十分配合的跪下。为师平日里怎么教导你的？让你们潜心修炼，更不能贪恋女色，影响大道前修。你倒好，整整半年不见踪影，竟然是在跟合欢宗女修们玩乐。你真是让为师失望至极！滚出去，别再来见我！我被罚关押在大牢里3天，直到宗门大比当天。楚云满脸笑容地来到了我屋子里。大师兄，你是不知道，这次比赛就连我们逍遥宗老祖都来了，想必是很重视这次比赛，希望师兄你也能取得好成绩啊！我眼带笑意地看着楚云，多谢师弟，我一定会拔得头筹的。随后，我来到了比试台上，第一回合对上的是我缥缈峰最小的六师弟。六师弟跟我只打了1个回合后，我就被打出局。在所有人的唏嘘中，六师弟取得了胜利，而我就像一颗老鼠屎一般被人嫌弃。小师妹满脸嘲讽地看着我，看吧，这就是你荒废修炼半年的下场，竟然连刚达到金丹境初期的六师兄都打不过，真是够丢人的。说完这话，小师妹扬长而去，而是朝着在场上接二连三拿下比赛的楚云走去。还是我们二师兄厉害，场场都赢了。说话间，更是眼神温柔如水地看着他，两人眉目传情，十分沉醉。而我也坚持看完了整场比赛，直到看到逍遥宗老祖玄阳出来宣布结果的那一刻，我突然发现眼前的修为提醒消失了。我知道好戏就要开场了。基于本次大赛的冠军已然产生，宗门决定让楚云担任下一任逍遥宗掌门。玄阳的话语刚落下，仙山的使者便来了。以往就算是各大宗派出现再多修为厉害的弟子，仙山都没有来过宗门大比的当场，何况是在比赛已经结束的情况下，所有人恭恭敬敬地对着来人行礼。这仙山的使者该不会是为了楚云来的吧？毕竟楚云年纪轻轻就已然到了化神境晚期，这在整个修仙界那也是传奇一般的人物。就是听说原本逍遥宗压的冠军人选并不是他，而是那边那个身边还搂着2个合欢宗女修的大师兄李锦之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就那么个恶心人的玩意儿，怎么可能是逍遥宗的大师兄呢？而且是个第一轮就被淘汰的废物，可能是疏于修炼。你看他这副样子，不输才怪呢。请问哪位是逍遥宗李锦之？楚云满脸狗腿的表情迎了上去。仙使是不是来找我的？我的名字叫楚云，不叫李锦之。楚云的表情里满是希望，仙使根本不理会他，再次对着周围问话：诸位，请问哪位是李锦之？楚云的表情里满是希望，仙使根本不理会他，再次对着周围问话：诸位，请问哪位是李锦之？在众人诧异的眼神中，我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，朝着他的位置走去。楚云满脸难看的表情看着我：仙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众所周知，李锦之在第1轮的时候就被淘汰了，连决赛都没进，这样的废物怎么可能是你要找的人呢？眼看着我输了比赛，楚云连装都懒得装了。我嘴角上扬，不慌不忙地走到了仙使面前。在下正是李锦之，不知仙使找我何事？仙使眼神上下打量我一番后，嘴角上扬地看着我。不愧是修炼奇才，竟然这么年轻就已然达到了化神后期境界，而且已经突破在即，怪不得老祖非要特地让我来寻人，还说你是千年难遇的奇才。如今一看，果真如此啊！听完这话后，楚云跟众人的表情惊讶到失声。片刻后，楚云满脸讥笑地来到了我跟前。仙使，刚刚所有人都看到了，李锦之是个连初赛都没过的废物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你们要找的天才呢？李锦之是个连初赛都没过的废物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你们要找的天才呢？对啊，刚刚他连小师弟一个金丹初期修士都打不过，怎么可能是你们要找的奇才？小师妹说完，十分鄙夷的眼神看我一眼，仿佛我是个多么恶心人的东西。仙使，刚刚确实如此，我看李锦之半年来只贪图享乐，修为没有精进，不说还倒退了不少，方才的确是输了。仙使听完众人的话，在看我的时候似乎也有些迷糊了。仙使，我的确在刚才出赛的时候就被淘汰了，但是我这么做是情有可原的。在我说出情有可原这几个字的时候，围观的众人纷纷指责我，说我爱慕虚荣，输了还找借口。随后楚云满脸鄙夷的表情看着我，你能有什么也有，无非就是自己沉迷于女色，荒废了修炼而已。全宗门上下所有人都看到你荒废修炼了，难不成我们所有人都在故意针对你不成？随着楚云说出来的话，牵连了宗门所有人士，所有人一致看向我。我要是你，就找个地缝钻进去，以免出来丢人现眼。就是跟合欢宗妖女鬼混的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消失的这半年，大师兄都是在合欢宗度过的，据说跟好几个女修都暧昧不清。真没发现，原来大师兄竟然这样的人。
现在技不如人，输了反而又输不起了。仙师肯定是找错人了，我看二师兄才是他该找的人。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化神后期的修为了。就是，楚云在众人的夸赞中逐渐迷失了自我。李锦之，你还是快些跟仙使解释下，是他认错人了，他们该找的人是我这个化身后期，而不是你这个金丹期废物。仙使眼神凝重地看向了一旁的楚云。原来你就是此次宗门大比的冠军，不错啊！在你这个年纪达到化身后期，就连我们始祖都未曾如此。也跟我一道回去，届时定不会亏待于你。听到仙使要带他一起走的时候，楚云却满脸凝重地看向我。可是仙使大人，这李锦之就是个废物，跟他一起去仙山，我觉得很丢人。这时候，一直沉默不语的六师弟来到了众人面前，禀告掌门，禀告老祖，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汇报。只见六师弟波澜不惊地走到了台前，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。刚才那场比试是大师兄对我放水了，不然他是不可能输给我的。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震惊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六师弟，你不会也收了李锦之的贿赂吧？就是李锦之刚刚就是技不如人，怎么可能是他故意输给你的呢？六师弟直接指天发誓，我在此立誓，方才所言句句属实，若有假话，不得好死。这话一出，逍遥宗老祖的表情瞬间变得难看了不少。罢了，我们就信你一次。这样吧，不如就由逍遥宗大长老来测试下李锦之是否藏拙吧。楚云满脸愤怒的表情看着我。既然你这么想出丑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随后，大长老上台，比我过了几招。当我将已然达到化神初期的大长老都打败了的时候，众人瞬间变得哑口无言。怎么会这样？就连大长老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李锦之真的是在藏拙啊！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根本不会相信的。逍遥宗也太强了吧！同样优秀的天才，别的宗门几百年都不见得有一个，但是他们逍遥宗都有2个了。要不是说逍遥宗是第一修仙大派呢？仙使满脸欣赏的眼光看向了我。不愧是始祖看上的人才，果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我淡淡的点点头。这时原本还鄙视我的小师妹，眼神震惊的来到了我跟前。大师兄，你难道是为了不与我结道侣，所以才故意这么做的吗？大师兄，你难道是为了不与我结道侣，所以才故意这么做的吗？我眼神精密的看着他。对，这话一出，小师妹瞬间面露震惊。她刚刚说什么？竟然不想娶小师妹？难道不知小师妹可是整个修行界的第一美人？不知道多少人争抢着想要娶她。我看她就是失心疯了，被那些合欢宗的妖女迷了心智了。怎么，我的回答可还满意？小师妹眼眶微红的躲到了楚云身后。二师兄，我要你替我教训大师兄，只要你将他打败了，我今日就跟你结为道侣。小师妹这话一出，围观的众人纷纷喊话，要让楚云上台跟我打一架。不过此时的楚云脸色却有些难看，但是碍于所有人都在看他，最后他只能不情不愿地上了台，随后俯身在我耳边低语：大师兄，若是你肯主动认输，我愿意将你头上能看到修为的秘密告诉你，怎么样？楚云笑得癫狂，可惜我却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不就是绑定了系统了吗？想必现在你的系统已经走了吧？如果你没有别的招数了，那就只能等着被我打了。我一字一句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楚云的表情十分难看。不可能，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计划的？我眼神冷冽地看着他，随后将我把小虫子放在他身边打探的消息告诉了他。李锦之，你还真是够卑鄙下流的。我嘴角上扬，满脸得意地看着他。哪里，跟你比起来，我还是略逊一筹。说完这话后，楚云的表情已然难看到了极点。可正当我想动手的时候，却见到不远处的劫云滚滚而来，连带着打雷闪电也一起过来了。怎么可能？这是五色劫云，当初也只有始祖在突破应变的时候才遇到了这种劫云，那是千年难遇的大机缘。只不过拥有此类大机缘的人渡劫会更难。看着接踵而来的五色劫云，小师妹满脸激动地跳了起来。一定是二师兄的雷劫来了，我就说我没看错人，二师兄真是好样的。留下这句话后，所有都羡慕地看着楚云。以后逍遥宗在二师兄的带领下，一定会更加辉煌的。二师兄加油！但是楚云的表情却十分难看，只因为这个劫云根本就不是他的，而是我的。我之前在合欢宗的时候，隐秘了气息，真正修为被隐藏起来。刚才对付大长老时，才不得不使出真正的修为，所以才引来了天道雷发。至于是五色神雷，或许是因为要我把之前几次的雷劫一起渡了。这时候小师妹满脸嘚瑟的表情看着我，别以为你隐藏了修为就能出风头，告诉你，在二师兄面前你什么都不是。你要是怕了，现在求饶还来得及，等二师兄突破境界变成应变期的时候，你就算再厉害也只能乖乖求饶。说完更是对着楚云眉开眼笑。父亲，我决定了，不论这场比赛，无论是谁输谁赢，我都会嫁给二师兄。似乎是觉得自己女儿的行为有些不妥，师尊满脸为难的看着他。灵儿啊，要不你再等等？不用了，我萧灵儿在此承诺，不论两人输赢为何，我都会嫁给二师兄楚云为妻。祝他
他将逍遥宗发扬光大。底下的众人开始欢呼，更有众人眼神崇拜地看向了楚云。只要度过这次五色节，楚师兄就会成为整个逍遥宗战力最高的存在，誓死追随二师兄。众人的欢呼声还在继续，只见那五色结云缓缓朝着我的方向飘来。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五色结云竟然堆积到了我的身上，瞬间我被雷劫的力量感召，浑身晃悠悠地升至半空位置，所有人瞬间都傻了眼。瞬间我被雷劫的力量感召，浑身晃悠悠地升至半空位置，所有人瞬间都傻了眼。不是说是楚师兄的结云吗？怎么变成了李锦之的？对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依我看啊，这结云它就是李景之的，只不过是有人公然假冒，就算是假的，也不好意思说破呗。说这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刚刚为我澄清的六师弟。六师弟本人很有原则，所以他说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可信度。众人开始唏嘘，楚云啊，亏我们还以为你是个君子，现在看来也不过是个虚伪至极的小人。就是，刚刚小师妹竟然还说要嫁给你，估计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吧。见到有人提到自己，小师妹萧灵儿满脸怒气地看着那两人。不管结云是不是二师兄的，我都会嫁给他。我喜欢的是他这个人，又不是他的荣耀。这话一出，就连楚云的脸色也缓和了不少。他一把将小师妹搂在怀中。灵儿，我楚云此生定不负你。可我早就无心看这些画面。五色雷劫真是名不虚传，好在逍遥宗老祖跟仙师出手，替我挡去了一部分的雷劫。渡劫成功后，我已然成为了应变初期的大能。再次落在地面上的时候，楚云满是嫉妒的眼神看着我。李锦之，就算你比我先突破应变又怎样？灵儿到头来还不是嫁给了我？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心里很不舒服？我笑了笑，并未理会他的挑衅，直接越过两人，对着逍遥宗老祖玄阳膜拜。多谢老祖出手相助。玄阳面色凝重地看向我，是我逍遥宗误了你，也算是本老祖对你的一些补偿。只希望你日后可以放过宗门其他人，不与他们为敌就是。我眼神冷冽地看向众人。今日我谨记老祖之言，不与逍遥宗众人为敌，但今日辱骂我的二师弟小师妹，我是断不会放过的。听到我说连小师妹都不放过的时候，师尊满脸怒气。岂有此理！你将本宗主置于何地？你要是敢对灵儿下手，老夫就算是拼上这条老命，也要跟你同归于尽。说话间，更是直接亮出自己的绝招，眼神恶狠狠地看向我，一副要与我打架的样子。我的境界比你高，你确定要跟我打？师尊脸色逐渐变得难看，他自己也知道，如今在场的除了老祖，还能跟我打个来回，其他人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最后师尊将萧灵儿喊了回去。灵儿，等以后父亲为你寻觅更好的夫君，这楚云我们是保不住了。师尊说完，满脸可惜的表情看向楚云，我却突然大笑了起来。对着楚云浑身上下进行一番探测后，才发现其真正的修为等级直到金丹初期。于是我转头看向了不远处的六师弟。六师弟，可否替我跟二师弟打一场？听到我要让仅是金丹初期的六师弟跟楚云打架，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。我没听错吧？他竟然让六师弟一个金丹境界的跟化神后期的楚师兄打，他这是想赢呢，还是想输啊？不知道呢，我们就看着吧，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的。这时候，站在高台上的萧灵儿却突然笑了。李景之，你让六师弟跟楚云打，你是脑子有问题吗？这把我赌你输定了，要是你赢了，我就自断经脉，再不习武；若是你输了，亦是如此，怎么敢不敢赌啊？看着眼前还在侃侃而谈的萧灵儿，瞬间只觉得一股厌恶之情逐渐加重。罢了，我原本打算放过你的，是你自己非要撞上来的。好，我跟你赌。话音落下，六师弟风姿卓越地走上了擂台。反观楚云，此刻的他的表情十分难看，脸色苍白，毫无血色。既如此，六师弟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楚云说完，十分嚣张地看向了六师弟。一回合打斗下来，两人旗鼓相当，这倒是把台下的众人看蒙圈了。楚师兄不是已经化身后期修为了吗？为什么看他打一个金丹境初期的六师弟都那么费劲？这不可能啊！二师兄，你可千万别学大师兄那样让着我啊，我会不开心的。六师弟已经看出了楚云的修为有假，故意说出这样的话，让他难堪。好，那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可惜不论楚云再怎么使用厉害的法术，但是那些威力并不大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楚云甚至没有占据上风。楚云被打伤在地的时候，他满脸怒火地看向周围。狗系统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就要死在这个破地方了。一句话后，原本已经消失的系统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。宿主检测到您有危险，特为您提供毁灭级仙术寂灭，其威力堪比真仙等级，请谨慎使用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楚云满脸戏谑的表情看向了我。怎么样？现在该你尝尝这真仙境仙术的滋味了。说完这话后，他满脸阴笑的看着我。李锦之坏我好事儿，你就安心上路吧。以后每年今日这个时辰，我都按时会为你上炷香的，算是我对你最大的恩典了。说完，更是直接对准我使用了真仙境的仙术。
先是满脸紧张地看着他。楚云，你难道是想毁了逍遥宗吗？你可知道，只要你这个技法一出，在场的所有人都会陨灭，包括萧灵儿。说到萧灵儿的时候，楚云冷笑着看了过去。你们的死活与我何干？我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我来这里不过是为了完成任务的。只要我杀了李锦之，我的任务就算完成，我管你是谁。萧灵儿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看向了一旁的楚云。二师兄，你说的不是真的对吗？我肚子里已经有了你的孩子了，你不能不管我啊！这话一出，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震惊无比，尤其是师尊，他一巴掌打到了萧灵儿的脸上。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，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有辱宗门的事情来？我今天不打死你！说完，师尊忙着打自己的女儿，但是楚云手里的血力却很快就要完成了。我打算凭尽全力迎接这最为致命的一击。我知道只要我打下去，我可能就会魂飞魄散了，但是我不得不接。看着浩浩荡荡的一把大长剑的剑气直直朝我砍杀而来的时候，一道金光忽然显现。宿主察觉到你身陷险境，为了宗门甘愿舍身忘我，特赐你大罗金仙神技糗事。下一秒，我瞬间感受到浑身充满了力量，两股力量相抗衡的最终还是我赢了。楚云倒地吐血，气急败坏地召唤出自己的系统。系统，你不是说我在这个修炼界是无敌的吗？为什么会失效？宿主检测到您的对手也是穿越者，其实力比你更为强大，所以无敌失效。宿主，您任务失败，将在半个时辰后被抹杀。楚云满目猩红的表情看向我，都怪你，都是因为你，我才会被系统抹杀。你怎么不去死？我笑吟吟地看着他，楚云，以后每年这个时辰，我会为你点炷香。我与你不同，我还会给你送朵菊花。再见了。楚云被我这话说得愤怒无比，但是面对我修为的绝对压制，只能无能狂怒。只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上辈子因为我攻略失败，早就离开我的系统，如今竟然又会回到了我的身边。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，奖励飞升为仙。系统的话音刚落，就看到了不远处的10色劫云滚滚而来，我怕得直喊系统，谁知他去装睡了。道友，老夫来助你。说话的正是仙山始祖大罗金仙境界的大能，如今我便安心当神仙了。